上回书说到，湘北与全县第4强的陵南高中练习赛终于开始。湘北派出的首发阵容有赤木、木木、安田、超奇、刘振峰。樱木期待已久，发现首发阵容没有自己，立即撒泼打滚，并强行从刘振峰手里抢了第10号球衣。好在安西教练一句秘密武器平息了樱木的怒火。湘北与陵南的比赛如约开始。湘北首先拿球，但大概是太紧张了，安田在运球时被对方硬生生抢走。陵南教练田岗心中暗爽，湘北的防守阵容还是一如既往的弱。虽然有富丘中学的刘传峰加入，但毕竟是1年级水平。今年又是赤木1打5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次又是我们陵南赢了。安西教练一脸淡然地看着比赛，任由樱木在一边骚扰。陵南先到拿球，刘传峰立即扑上前，死死盯住仙道。仙道淡淡的回敬刘传峰，然后随手一传，将球传给队友。队友一个跳投，为陵南率先争下2分，打了个开门红。湘北回攻，鱼柱死死咬住赤木，赤木暂时还不想和他正面刚，将球传给木木。木木3分球非常准，只可惜鱼柱太猛了，好像个地海神针一样，突然窜起来，将木木投出去的球拍了下来。刘传峰迅速奔过去拿到球，出手就投。鱼柱又扑向刘传峰，再次把球拦下，球回到了赤木手里。本以为赤木可以破了鱼柱的阵，结果鱼柱又是一个盖火锅，3连盖实在太猛了，铜墙铁壁一样死死挡在湘北篮下，把湘北的士气压得死死的。最可怕的是，仙道还没动手，湘北已经感觉一个头2个大了。鱼柱沉喝一声：“这一场我们要拿100分。”樱木坐不住了，这个猴老大才挡住了大猩猩和流川枫，就已经这么嚣张了，我秘密武器还没出场呢。樱木揽着安西教练请求一战，安西教练理也不理他，既不生气也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赛场。陵南攻势实在太猛，而且只要仙道出手，流川枫几乎挡不住他。樱木憋了一肚子气，又不能上场，于是想到一个出奇的下三滥招式，潜伏到陵南教练田岗身后，一招木叶体术奥义千年杀，差一点把田岗送走。湘北因此被罚了一个技术犯规。在比赛刚刚开始5分钟的时候，陵南已经以15-0的比分遥遥领先。田岗放下狂言，要把差距拉到30-0，把湘北摁在地上摩擦。仙道用同样一个假动作耍了流川枫2次，将比分拉到17-0。第3次的时候，流川枫改变防守战术，从仙道侧面包围，仙道就直接扣篮，篮下的木木一点办法没有，眼睁睁看着仙道在自己头上暴扣。田岗洋洋得意，这场稳赢了，而他还没有意识到巨大的比分差距已经点燃了赤木和流川枫2人的怒火。在陵南又一轮强攻开始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以为没希望了，流川枫突然爆发，在空中切了仙道的球，稳稳着陆。轮到我们进攻了吧？流川枫迅速反攻，简单晃掉了陵南2个防守队员。来到篮下后，一个箭步起跳，仙道好像瞬间移动一样飞上流川枫的前面。流川枫如法炮制仙道之前的打法，假动作晃了仙道，将球从下方递出去。赤木接过球，直接原地拔起，双手暴扣，湘北得了第一个2分。湘北队终于看到了希望，场外的替补和吃瓜群众们扯着嗓子摇旗助威。樱木心情大好，冲到积分板前狂翻湘北的分数。这么精彩的暴扣，给个10分吧，别这么小气。赤木走过来，像拎猫仔一样将樱木拎了回去，还得顾及场上，还得顾及场下，真的是忙死了。湘北进球使得队员们重拾士气，赤木和流川枫也越战越勇，越打越灵活。赤木从鱼柱手中抢得篮板球，安田持球流畅上篮，再次得分。田岗教练刚刚还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现在也改变了姿态，看来湘北真的是变强了呀！不要逃避，鱼柱撑下去。此时鱼柱与赤木在陵南篮下陷入焦灼战，以鱼柱2米多的身高，居然无法在赤木面前上篮，被赤木给挡得死死的。3秒时间到，裁判一声哨响，球被判给湘北队。看台上晴子情不自禁地大喊着给赤木加油。樱木立即从嘈杂的现场辨别出了晴子的声音，什么晴子也来了？看到晴子，樱木更坐不住了，缠着安西教练要登场比赛。还没有到秘密武器出场的时候吗？现场一阵尖叫。赤木再次从鱼柱手中拿到一个篮板球，出手就是一个跳投。鱼柱暴怒，在赤木出手瞬间，出手拍在篮球上，篮球失去原有轨迹，砸在篮筐边上。此时一个黑影飞出去，拿到篮球，直接一个扣篮，是流川枫。随着一声哨响，第1节比赛结束。开场时19-0的巨大差距使湘北一度士气低迷，不知所措。但在球队队长赤木和超强新人流川枫的努力之下，全队士气高涨起来。第1节，赤木得了17分，流川枫得了14分，木木7分，安田、超奇各得了2分。面对强大的陵南，湘北能在5分钟之内将比分拉到42分比50分，仅仅落后了8分，成绩喜人。短暂休整之后，第2节比赛开始。
大猩猩赤木一声令下，快攻，一口气解决他们。湘北一改被动防守的打法，士气大增，反过来向陵南发起攻击。全能王流川枫多个位置无缝切换，一招3分球将比分拉到了5分之差。田康教练的脸上失去笑容，把队员们叫下去一顿训斥。湘北能拿到45比50的成绩，在座的都有责任，给我把比分差距拉到30分。被湘北这种手下败将打平，你们不觉得耻辱吗？仙道在一边淡定地说道：“湘北可没有想象中那么软弱，光有中锋赤木在，他们就有足够的实力挤进前8名，所以与他们打平根本不是耻辱。”田港气不打一处，安排鱼柱盯死赤木，仙道盯死流川枫。只要赤木和流川枫不中，湘北就无计可施了。樱木这边又忍不住去惹事了，偷听陵南战术，与陵南教练和球员发生冲突。赤木走过来，常规的一个大逼兜，樱木军团4人组以为要打架了，赶快从看台上下来帮忙。唧唧娃娃的樱木被木木几人合力架走，用绳子死死缠在椅子上。比赛终于开始了，看着球场上跑来跑去的球员，再看看被五花大绑的自己，樱木突然头脑一亮，意识到一个事情：莫非安西老爹在耍我？说的好听，我是个秘密武器，其实只不过是普通的替补球员。樱木试探性的提醒老爹，已经第2节了，作为秘密武器的自己是不是该上场了？安西教练只是吼吼一笑，没做任何回应。球场上，流川枫和赤木的组合很难挡住仙道和鱼柱。仙道在流畅的投进一球后，向场外的樱木做出挑战手势。樱木一下子来劲儿了，砰的一声挣断了绳子，大吼一声：“这一声吼引来全场侧目。仙道主动挑战樱木，樱木放话要打败仙道。大家不敢再小看这个红头发的非主流，看来这个樱木花道说不定是湘北一哥。”这时场上的形势发生很大逆转，大家都发现即便是流川枫也很难摆脱仙道的防守，而且一直盯着仙道对流川枫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负担。流川枫的体力在急剧下降，安西教练若有所思，轻轻扶上樱木的膝盖。樱木准备热身。樱木一听又火了：“你生气什么？这会随便指示我？”一边才子愣了，上去就给了樱木一下：“你小子连热身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吗？就是叫你活动筋骨，准备上场，你小子就要出场了。”樱木也愣住了，没想到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么快就来临了。樱木太过兴奋，使出自己最擅长的哼哼哼运球法运球，把陵南彻底唬住。这家伙运球技巧居然如此熟练，看来不是等闲之辈。然而事实是，樱木是因为太过兴奋和紧张，整个人完全僵住了，只能疯狂的运球来放松。结果用力过猛，差点在上场之前耗尽体力。好不容易停下来了，樱木大气喘个不停，心跳越来越快。还有10分钟，这场比赛就结束了。湘北目前落后7分，必须要将比分追回来。如果再被拉开，情况大大的不妙。樱木一听这话更慌了，我上场会拉开比分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天才！樱木努力给自己心理暗示，想让自己放松下来，结果越努力放松越紧张，差一点休克在场上。这时场上再次发生意外，湘北主力赤木被鱼柱用肘部开了眼角，血流不止，只能暂时被换下来去医务室包扎。众人议论纷纷，谁会代替赤木接替中锋的位置呢？赤木在门口站住脚，回过身看向樱木：“你已经热身完了，替我上场吧。”樱木愣了半晌，僵硬的抱了抱拳：“保重，星星大哥。”樱木登场了，全场拭目以待，都想看看这个大言不惭说要打败仙道的小子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杨平4人组在看台上欲笑又止，湘北完了，死马当活马医了，居然启用了樱木。木木等人给樱木加油鼓劲儿，但此时樱木大脑里一片空白。仙道微笑着和樱木打招呼，樱木却看也不看仙道一眼，他根本顾不得仙道，整个人僵硬的好像机器人，紧张的连怎么走路都忘了。木木将球传给樱木，鼓励他进一球，来个开门红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樱木身上，期待他来一个震惊全场的表现。樱木也不负众望，来了一个带球走步，众人大跌眼镜，樱木喘的都要笑喘了。木木赶快在旁边安慰他。轮到陵南快攻了，樱木接替赤木防守鱼柱，他以为他完全可以 hold 住，结果耳鸣眼花，大脑里全是雪花。鱼柱一个假动作将樱木晃了起来，原本这是球场上一个正常被戏耍的操作，没想到樱木因为身体过于僵硬，一点也不会动了，直接扑倒在鱼柱的身上。陵南惊了，湘北这张王牌没想到就这样紧张到连路都不会走了，他是不是没打过球啊？别说陵南了，樱木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种表现。怎么会这样？本想着出尽风头力挽狂澜，带领湘北走上胜利的，怎么会这样？周围都是指责樱木的声音，但樱木却什么都听不见。要说治樱木者，还得是流川枫，上来就是一定脚，什么心理问题都给你治好了。这一招是真的好用，樱木跳起来就要和流川枫干架，不知不觉紧张感消失的无影无踪。现在比赛才算真正开始，给我等着瞧吧！
现在陵南以68-61领先湘北7分，距离比赛结束还有9分钟。如果湘北再不得分，就很难再翻盘了。比赛终于开始激烈起来了，鱼柱2发不中，在双方争球过程中导致出界，球被判给陵南。天哥教练一脸杀气，给我大胆的把球传给篮下，靠鱼柱来一决胜负。那个红头发不算什么。陵南以极快的速度将球传向鱼柱，樱木冲过去一巴掌将球击飞。这还不算什么，樱木的100公里加速只有3.5秒，宛如脱缰的兰博基尼一样冲过去抢球，甚至飞不出界，直接骑在天港教练的身上。樱木的爆发让鱼柱燃起斗志，他大声命令队友把所有的球传给他。他在樱木头上一个球一个球暴扣，樱木怒了，既然你这么屌，那就别怪我使绝技了。鱼柱拿球准备在篮下强开，樱木使出另一个绝技，也是当时和赤木单挑时压制赤木的那一招，哼哼哼防守。鱼柱呆住了，这哪是防守啊，分明就是一堵墙立在自己面前。趁着鱼柱愣神之际，樱木一把将球抢了过来，全场哗然。樱木那家伙居然从鱼柱手里拿球，看来确实是有点东西啊。湘北开始反攻，樱木心太急，带球攻到篮下，急切的想要得分，结果被鱼柱一巴掌盖了下来。2米多的身高可不是盖的，樱木一时没了主意。场外的田港早已将一切看在眼里，樱木花道说到底也就是个门外汉，湘北最后要靠的只有流川枫，只要将流川枫盯死，湘北必输无疑。樱木表示，你想多了，我宁可输球也不会传给流川枫的。木木3分球还是很有水准的，2投2中，比分瞬间拉近。田港懵逼了，莫非红头发那个家伙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比赛还有6分钟，双方差距5分，流川枫却因为抽筋突然倒地，形势变得更严峻了。湘北如果连丢2大主力，这场比赛就没有再比下去的意义了。然而樱木却乐了，报复流川枫的时机来了，冲过去对准流川枫的小脚就是一脚，这一脚踢得恰到好处，正好帮流川枫治好了抽筋儿。比赛继续，湘北快攻至篮下，樱木拿球，流川枫刚好有了空位，天高大叫小心，他们互相传球了。樱木和流川枫几乎异口同声，我不要。樱木将球丢给安田，安田一紧张自然投偏了，流川枫拔地而起，拿到篮板球，波兰得分。外人眼中这个空中配合实在是太精彩了。我是谢木君，咱们下期见。